飞龙擎天，地狱绝响，赌上各自的决议，倾注最强的战力，谁将屹立于顶点，成就海贼王宝座之前的最强右腕？大家好，我是朱尔本。海贼王1035话索隆 VS 镜已经更新，来看索隆斩落灾厄，阎王加冕。扉页是短期集中连载，解码66之逃离蛋糕岛第1话。解码军团经历一番苦战，终于驶出了万国的领域，依稀可见后方的城镇还飘着滚滚浓烟。这场大战让加治的王国付出了惨重代价，舰队旗帜破破烂烂，城楼一角仍在燃烧。更可悲的是，解码王国已经被世界政府除名，接下来恶之军团将去往何方？正片开始，鬼岛油阔战场中心，肆意舞动的火焰莲花，尽情绽放的雷霆闪电。那个男人用最盛大的技艺装裱海兽料理的最后工序，百兽海贼团3大看板之一异灾之奎因被这强烈踢击彻底击溃，退回人形，昏迷不醒。怪力冲破宅邸，径直轰出岛屿，山治屹立于废墟之上，心中的怒火随着奎因的落败逐渐平息。刚刚死里逃生，又亲眼目睹了一场恐怖的激战。一记小冉捂住嘴巴，不敢声张，却突然听到老鼠的叫声。山治走到面前，轻轻伸出手心，小老鼠中治安然无恙。原来刚刚凶险万分的一瞬间，山治不仅打断了奎因的攻击，还将中治藏了起来。看着小冉纯真的笑容，山治不禁想起了那段被自己抛弃的过去。曾经在吉尔玛城堡内，他也有过一个亲密的小伙伴，一只愿意品尝他料理的小老鼠。山治刚想关心一下小冉有没有受伤，话刚到嘴边，人已经晕了过去。小冉连忙呼喊同伴求救，尽管艰险无比，意外不断，但这场科学战士之间的决战，胜者是山治。就在岛屿另外一侧，黑雷迸裂，震颤大地，赌上了各自全部的2名副手正在上演最后的对决。索隆3剑齐出，展出霸王色霸气的全新力量，硬拼死亡双翼的恐怖怪力。这一次，他以后背受创的代价，成功撕开了镜的防御。原本破碎一角的面具，在鲜血中彻底裂开，延灾的真面目终于揭晓。索隆的攻击奏效了，他正在接近对手力量的真相。当背后的火焰消失时，镜的速度就会变快，但相对的，他的防御会变得薄弱。镜一把扯下面具，露出一张冷峻面孔，满头白发如皎洁月光，与那一身黑衣格格不入。即便是看过了这么多怪物，镜的真面目还是出乎索隆的意料。被霸王色压制的海贼们用最后的意识挣扎着，也目睹了这惊人的一幕啊！快看，镜大哥把面具扯下来了，果然跟传闻中的一样，看来都是真的啊！黑色翅膀，白色头发，褐色皮肤，只要报告给世界政府，就能拿到1亿贝里的报酬。镜沉默不语，手中长剑突然迸裂出雄浑烈焰，死亡恐惧笼罩整座战场。刹那间，一头炽热火龙从剑刃尽头凶猛袭来，将整片战场所有生灵全部吞噬。这一记火龙皇就是窥探炎灾真面目的代价。宅邸深处充斥着焦黑的气息与无尽的惨叫。索隆抢先一步跳到洞口，避开了攻击，调侃起镜的失态。只不过说了2句话就要灭口，他们都能让你分心，那我会是什么下场？只需要向政府提供情报就能受赏1亿。你到底是什么种族？一个将死之人，知道这个做什么？镜再次化身远古凶兽，2翼火炮疯狂急射，朝着洞口的索隆扑去。只听见一声巨响，山壁再次被怪力轰穿。半空中的索隆挥剑成盾，将镜的猛烈攻势全部挡下。霸王神兵硬拼凶兽任意，2股怪力炸裂出强大冲击，将索隆和镜双双震飞。一轮攻势下来，2人不分胜负，没时间陪你耗下去了。再拖下去的话，这把刀会要了我的命。那把刀确实很危险，那巨大山岩之上的岩灾，俯视着脚底下如蝼蚁般的人类。索隆盯着对手，隐隐察觉到那特殊的力量来自一个不同寻常的种族。不过一切都无所谓了，你们已经在那个位置上待了太久，差不多该让路了。阎王3刀流，索隆再次爆发出无仇杀意，强烈的霸王色霸气与剑士破釜沉舟的决意，交织成剑刃之上炽烈燃烧的气焰，就用那黑雷迸裂的无限锋芒攻赢地狱之王的滑蛋。别太得意忘形了，凯多先生才是会成为海贼王的人。王座之前狂妄的挑战者，将镜的思绪带回数十年前的回忆。卢纳里亚族吗？怪不得政府不会放过你，他们在你身上进行的耐久实验我都看到了。从这里离开后，我会建立一个新的海贼团。小白鼠，你打算怎么做？被锁在实验台上的镜似乎没有任何选择，却又充满期待。你能改变这个荒唐的世界吗？能改变世界的非我莫属。凯多将镜的枷锁打破，怪物般的2人结成临时小队，将庞克哈萨德的实验基地大闹一通，大摇大摆地走向港口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阿贝尔。你很强，大可称呼自己为 King。待在我的影子里吧，我不会把你交给任何人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右手了。那个男人的豪言因犹在耳，就赌上各自的信仰，捍卫王座直到最后一刻吧。炼狱鬼斩，索隆展出决意，一股惊天冲击化作3道神风，将山岩全部击穿。镜侧身跃入半空，避开攻击。那绽放于夜空之上的火焰清晰无比，火在燃烧。现在攻击只会白费力气。索隆准确判断出对手的状态，没有贸然发动攻击，但对手可不会有丝毫仁慈。镜的手中再次迸发出炽热烈焰，又是一记焚尽万物的火龙皇，凶猛火龙直扑索隆。
索隆不敢大意，迅速避开攻击。那远超一般火焰的恐怖温度，简直就跟岩浆一样。火龙扑向大地，轰出无数烈焰。仅仅是一瞬间的空隙，竟凌空击掠的一记火焰斩击，已朝着索隆砍下，却发现剑士已在电光火石间用3柄剑刃接住攻势，竟马上变招，机关刀再次展出锯齿，将索隆3把刀全部钳制。想故技重施，但那个男人的力量早已超越以往，这3把名刀怎么能让你乖乖打掉？索隆爆发全身力量，霸王气势，狂雷怒闪，一股强大冲击将劲震退。索隆连翻数个跟头，终于稳住身形。环顾四周，刚刚燥热的战场，如今已是一片死寂，劲不见了，至少看起来是这样。索隆不敢大意，他能察觉到劲的凌厉气息无处不在。他正在用极快的速度移动，寻找猎物松懈的致命杀机。刹那间，死亡黑影掠出夜空，一记怪力中踢直击索隆脑袋，剑士砍下冲击，左手鬼侧斗气澎湃。剑此时的速度极快，也就意味着反击的时候到了。黑雷闪动，剑意迸发，一记二赶鸟。飞鸟投林，灾厄退散，如光似电的瞬杀斩击正中岩灾前胸，竟鲜血直涌，连连后退。这猝不及防的斩击，回味已久的痛楚，让他不得不重新审视眼前的对手。看来你已经搞懂我身体的原理了。没错，终于想象到了吗？你败北的样子。两人短兵相接，剧烈交锋。劲的背后重新燃起火焰，再次回到不死之身，却没有丝毫松懈。手中机关刀与脚上铁荆棘并用，防御的滴水不漏，将索隆的快斩旋风全部挡下。既然我的攻击不起作用，你干嘛不接下来？还是说你在害怕吗？怕我能伤到你？竟一时愣住，马上跳出悬崖，在大笑中变身翼龙。区区一个人类，你是赢不了我的。我向来最讨厌这样的借口。一个锐气十足的剑士，我会这样记住你的，放心。那我就让你好好记住，前提是你的小命还在。赌上各自的性命，就用这一击决出胜负。竟飞入夜空，手中长剑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炽热烈焰。裹挟着熔岩怒火的终极凶兽，烧红漫天云海，直扑索隆而来。这一记御手火龙皇，贯彻炎灾绝艺，灼烧四海八荒。面对这滔天烈焰，索隆半步未退，握紧3柄神兵，一面冲进火龙，就用这无限锋芒破开强敌。炎魔咆哮，奏响挽歌，为未来海贼王扫清一切阻碍，拱卫新王君临。炎王3刀龙，130擒，飞龙4级，怒涛雷霆斩破火海，狂乱黑闪劈裂魔龙。炎王霸道，幻神3剑，化作绝强无勇，斩劈天地。贯彻豪杰野望，了断万千愁绪，超越死亡绝境，吟咏地狱欢歌。索隆全力以赴的最强一击，碎裂飞龙火焰，将那黑色双翼斩落天际。以上就是海贼王1035话的全部内容啦。本话尾田又一场高燃决战，将2位王者副手的信念决议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新旧时代的2位王者，新旧时代的2位皇父，为各自选择的道路全力以赴。索隆再次成长，竟虽败犹荣。霸王色霸气的力量在此战中尽情宣泄，索隆也已经迈入顶级强者的行列。接下来鬼岛决战就剩下船长们之间的对决了。本话不仅热血，信息量也不小。下期我们来聊本话中出现的伏笔与细节，敬请期待。